我一个只会焊钢管的三流电焊工，雇主却委托我焊一台5米高的擎天柱，并限期48小时内交货，因为这是他要送给祖父的寿辰贺礼。然而他的初衷只是定制个50厘米的手办，莫曾想竟阴差阳错多输了个0，被蒙在鼓里的我，觉得2天赶制一个5米机甲难度太大，本想推掉这笔交易，奈何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。于是我日夜赶工48小时没合眼，总算在寿宴前夕成功赶制出了这台定制的巨型机甲。本着对客户的绝对负责，我不想在机甲送达目的地前被人看到，于是将整个机甲都用红布包裹了起来，然后便开着租来的重卡，拉着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机甲出发了。1个多小时后，中海市云来山云顶庄园，这里是中海知名企业家王天豪的私人庄园，也是这次给家里老爷子办70大寿的场所。一辆合法改装版的重卡经过身份验证后，驶入了庄园大门。我将机甲停放在庄园别墅前的空地上，依然用红布紧紧的遮住。忙碌了2天2夜，总算任务完成，得回去把手机静音，好好睡上一觉。次日一大早，整个庄园就开始热闹起来，一辆辆豪车驶入，中海市商界大佬纷至沓来，客人们都注意到在别墅前空地上摆放着个用红布包裹的庞然大物。当时安排的寿礼没人敢动。临近中午，3辆军车驶入庄园，停在空地上，荷枪实弹的士兵先行下车，神色警惕的护卫在四周。一位穿着中山装的老人从中间防弹车下来，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别墅里面走去。哈哈，王老，你自己过大寿都来这么迟，是不是又研究东西忘了时间啊？王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顿时浑浊的眼睛猛地一亮。华老，你这老家伙怎么撂下摊子跑过来了？别墅里走出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穿着和王老一模一样的中山装，四周有宾客认出华老，顿时肃然起敬。不管是王老还是华老，都是当代科学界的泰山北斗，中海军工科研基地的中流砥柱国之瑰宝。王老，其实我过来也是和你当面商量一个事情，咱们的外骨骼装甲研发速度得加快了。怎么了，华老？你听到什么风声了？我昨晚得到消息，北部战区同样也在做外骨骼装甲，他们已经进入了测试环节。这么快，性能和强度测试结果怎么样？非常强。王老顿时皱眉，研究成果会直接决定接下来的资源扶持重点和经费走向。要是让北部战区拔得头筹，他这张老脸往哪搁？这时，一个身材娇小、约莫18岁的女孩向着王老快步走来。爷爷，寿宴要开始了，除了二叔和易雪姐姐以外，别人都到齐了。女孩甜甜一笑，神秘兮兮地取出个礼盒，这是我给爷爷的礼物。王老满脸笑意接过礼盒，这是从鹰将军方买来的外骨骼装甲模型。王宁扬起下巴，神色颇为骄傲。听到外骨骼装甲几个字，二老眼中闪过一道金光。曾经夏国研发核潜艇，就通过鹰将的模型做过印证，这个模型或许也能带给他们一些灵感。王老拆开礼物，每个关节和构造都很巧妙。华老一眼看出不凡，必然参考了实物。小宁，你真是送了爷爷的好礼物啊！王老开怀大笑，爷爷你喜欢就好。王宁骄傲更甚，掏出手机拍了照片发朋友圈，又转发给了王一雪。正在赶来的王一雪看着信息，无奈的笑了笑。王宁是大伯家的女儿，从小什么都要和他比，却从来没赢过。如今连送寿礼都要比一比，王一雪并不在意，她现在担心的是委托我制作的50厘米机甲模型有没有送到庄园。给我发信息打电话都没回应。10几分钟后，王天豪和王一雪父女终于在寿宴开始前赶到。爸，我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王天豪奉上了花费半个小目标拍来的200年份长白山人参。我要这个有什么用？和老大一样就知道乱花钱。王老嘴上不悦，实则也没真生气。小一雪这才多久不见，和小宁一样，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了。除了科研，王老最对2个孙女上心。爸，你还当他是个吃奶的小屁孩呢？一旁的王天豪笑道。四周亲戚宾客笑作一团，气氛和睦。一雪，你也给爷爷准备礼物了吧？别故作神秘了，快拿出来吧。王宁从人群中探出头来，笑着问道，语气多少有些较劲了。王老眼睛一亮，也是追问。一雪，听你爸说你给爷爷准备了个好礼物，在哪呢？爷爷您再等一下，现在我也不知道礼物在哪。王一雪脸色不自然，眉宇间满是焦急，低着头急促地按着手机发信息。徐师傅你在哪？我定制的机甲怎么没送过来？我那么相信你，你怎么能骗我？看到信息请您务必给我回个电话。王天豪见爱女不对，小声问道。一雪，你是不是被那个徐师傅给骗了？王一雪急得眼睛都红了。雪姐姐，你的礼物呢？别藏着掖着了，快让大家伙看看呀！王宁抱住王一雪的胳膊晃荡2下，再次催促。王一雪眼眶蓄满泪水，满脸委屈，被人骗了，这怎么说得出口？要社死了。王宁确定王一雪没带礼物，心里乐开了花，今天终于赢了一次。他强忍笑意，装模作样的关心。一雪姐姐是不是丢了？别着急，我那个10厘米外骨骼装甲模型，就当咱俩一起送的，爷爷很喜欢的。王一雪心里更难受了，本来她也准备了一个50厘米的机甲模型，事到如今，只能把被骗的事说出来。我也准备了礼物的，可是手机突然嘟了一声打断了他，紧跟着一个电话打进来，一看号码竟然是我。好家伙，这年头骗子都这么嚣张了吗？王一雪气鼓鼓的接通电话，就听到对面传来我气急败坏的声音。王大美女，我哪骗你了？昨晚就把货送到了，就停放在别墅外的空地上，500厘米高的机甲，那么大的东西，你真没看到还是假没看到？我真服了，一上午打20多个电话，真有你的。王一雪愣了一下，本来是他要发飙的，怎么反过来了？还有500厘米是怎么回事？赶忙切换到聊天界面，这才发现前天定做时他失误多输了一个0，本应是50厘米的机甲成了500厘米，也就是说别墅外那个红布包裹的庞然巨物就是他定做的机甲。王一雪倒吸口冷气，想明白这个，王一雪郁闷一扫而空，说话也变得客气不少。我是不会给你退钱的，而且剩下的钱你必须打给我，否则我就每天给你打骚扰电话，我还要请律师告你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明显急眼了，直接打断他，不是徐师傅，我不会赖账的，尾款我一会儿忙完了就转给你，那还差不多。机甲的唤醒和数据跟踪有专门的手机 APP， 我发给你了，接收一下。听到我挂了电话，王一雪脑子有些发懵，看来错怪徐师傅了，只不过这5米高
高的机甲，不到2天时间就做好了，能高大上吗？算了，能做出来就不错了。刚才的电话没开免提，可四周人都能听个大概。王宁看了一眼窗外，心想做这么大个东西肯定粗制滥造，无非是一堆废铁焊接到一块，有个大概样子罢了。这种垃圾模型我见多了，根本没法和我从鹰酱买的精致模型比。他眼神动了动，笑着说道：“易雪姐姐，看来你准备的礼物也很好呢。趁寿宴还没开始，咱们先去看一眼吧。爷爷，您要先看看吗？”王易雪原本心情有些低落，倒是希望等宾客们走了再看，在家人面前丢人，总好过在上百宾客面前丢人。哎呀，就去看看嘛，用不了几分钟。王宁在一旁起哄：“行，那就去看看。”王老哈哈一笑，领着众人向别墅外的空地走去。王易雪跟在最后，心里七上八下，站在红布包裹的机甲脚下。王易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易雪姐姐愣着干啥？快把红布掀开吧！王宁催促着，等不及看王易雪出丑。小易雪，只要是你送的礼物，爷爷都喜欢。掀开吧！王老宽慰道。易雪大美女，快点给大家看看吧！宾客们也跟着起哄。王易雪深呼吸一口气，豁出去了，攥住红布，一脚狠狠用力一扯，红布滑落，一架泛着冰冷光泽的红色机甲遮天蔽日，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。横贯长空的气势带来无与伦比的压迫感，棱角分明的机体，霸道酷炫的造型，以及肩上扛着的超大口径轨道炮，瞬间炸裂了所有人的眼球。原本等着看好戏的王宁，猛地浑身一颤，瞳孔狂震，扑通一声瘫坐在地，整个人像是丢了魂。人们纷纷围拢过来，抬头仰望这架赤红色机甲。在场不乏年轻人，看向机甲的眼睛满是小星星。机甲才是男人真正的浪漫。王宁失魂落魄的喃喃道：“这难道是真的？不对，再逼真也是假的。这东西鹰将都造不出来，夏国就更造不出来了。”整个庄园都沉浸在震撼中。华老轻咳一声，拽了拽王老，把同样一脸懵逼的我带到旁边。小易雪，你老实告诉华爷爷，这机甲从哪弄来的？王易雪眼神有点呆滞，半晌才反应过来。华爷爷，我如果说这是我花300万找了个焊工师傅焊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骗你？小丫头说什么傻话？骗人不是好孩子会做的事。华老眉头微拧，华爷爷，我就知道你不信。王易雪撇撇嘴，小易雪，你是说就是刚才在别墅里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徐师傅焊的？王老深知王易雪从不骗人，对，他叫徐帆，是个特级焊工。王易雪点点头。两位科学界元老对视一眼，满是疑惑。这台机甲明显超出了模型的范畴，气动学原理，背部的矢量喷口甚至比鹰将的 F119发动机还要先进，肩膀上的轨道炮也不像是样子虎。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众人都盯着机甲胸口的驾驶舱位置。进驾驶舱，进驾驶舱！有人带头起哄。王宁被佣人扶起，逐渐平复了震惊。他觉得这肯定是我的心结，模型终归是模型，只要驾驶舱一打开，里面肯定全是破烂。他嘴角弯起个弧度，大家别心急，易雪肯定会打开驾驶舱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对吧？易雪姐姐，王易雪只能硬着头皮试试。点开手机，找到徐师傅发过来的 PP， 一键安装运行。随着程序启动，机甲内部发出阵制动的咔咔声，连音响都装上了。为了出风头，真够用心了。王宁冷笑低语：“小易雪小心点。”王老感觉不对，这机械连接的声音太真实了。王易雪发现界面上只有启动按钮，屏住呼吸轻轻点下，驾驶权限确认完毕，冷却液灌注完毕，迷你氢能引擎启动完毕，相控阵态势感知系统启动完毕，降天1号机甲首次启动成功。扫描驾驶员，机甲双目喷下红光，确认了王易雪的位置。紧跟着，巨大的机械手臂将王易雪半拖半拽抬到胸口，随着气闸开启的声音，王易雪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送进了驾驶舱。舱门关闭，王易雪手捧全息头盔，看着面前陌生的操控杆和全息显示，人彻底傻了。这钱花的真值。机甲下方，王宁第一个傻眼，驾驶舱内部科幻感十足，连手臂都能动弹，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飞一个飞一个，上百人兴奋的像打了鸡血。王易雪戴上全息头盔，眼前画面瞬间转变，遮挡物都成了透明状态，这真的是一个焊工能焊出来的。外面的声音实时传递进来，王易雪也激动起来，小手缓缓伸向操控杆。王老捡起掉落的手机，发现画面连接了驾驶舱监控。当他看清屏幕上的数据时，王易雪也按下了爬升按钮。我不信这东西真能飞。王宁在下面用力吐槽，垃圾铁疙瘩装音响。然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突然炸响，警报，机甲即将进入起飞姿态，请周围群众迅速远离。一道气浪以机甲为中心快速扩散，机体上细密的矢量喷口齐刷刷爆出粉色火焰，地面隆隆作响。易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王老对着手机大喊：“爷爷，他要飞了！”王易雪声音颤抖。王老心神一颤，他们研究所的外骨骼装甲连奔跑都难，这机甲竟然要飞行！立刻组织所有人撤出云顶庄园，封锁云来山。没时间了，快！王老冲着警卫命令道。现场变得有序而忙乱。王易雪耳边响彻着最后的检测提示：微缩矢量端口连接正常，肩部轨道炮正常，降天1号出发。轰的一声，整个庄园剧烈震颤，机甲引擎火焰由粉转蓝，一股猛烈的推背感袭来。在无数人的注目下，降天1号爆出火光，拔地而起，直冲天际。卧槽，这机甲模型真的飞了！王易雪特么裂开了，世界上真的有机甲？华老目瞪口呆。王老，这事情你怎么看？我特么的！站地上看，王老也忍不住爆了粗口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猛烈的音爆声在顶空炸响，天空仿佛被扯开个口子。音爆！王老枯瘦的身躯猛地一震，红色机甲快速爬升，后方形成一个清晰的锥形气团。华老，我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我怎么看到他突破音障了？
了？别问我，我可能也耳聋了。华老激动的说话都不利索，垂直爬升也能超音速巡航，牛顿的棺材板按不住了。这一刻，两位科学泰斗的价值观碎了一地。焊工焊机甲，别开玩笑了。但这震撼的事实就在眼前，天空中机甲逐渐变成小黑点，手机传出的破风声更加猛烈，右下角的数据追踪开始疯狂跳动。当前模式新手机甲姿态，反重力垂直爬升，引擎总推力434千牛加，机体温度141摄氏度，速度1.357马赫，评价一切正常。真的假的？这也能叫正常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王老和华老齐齐倒抽一口冷气，眼睛瞪得飞了出来。眨眼功夫，温度已升至195度，速度达到1.94马赫，直逼2倍音速。王老眼神中满是担忧，甚至恐惧。这么高的温度，电路受得了，驾驶员也受不了。小一雪，你怎么样了？爷爷他飞得好高，我好害怕。信号中断，声音戛然而止，画面定格在温度209，速度2马赫。王老双手猛地颤抖，看向华老，肯定是因为进入云层导致信号中断，得马上回基地，让技术组拷贝这个屁屁，链接科研主机通信。在士兵护卫下，王老火速赶往科研基地。长空万里云层之中，王一雪坐在贴身包裹的驾驶位上，心绪难平。通讯中断让他更加恐惧。王一雪努力深呼吸，强迫自己理智思考，视线被白茫茫的云海遮挡。数据面板显示机体温度240摄氏度，速度2.3马赫，机甲外部已经240度了吗？我在舱里完全感觉不到，速度超过2倍音速了。就在王一雪分析时，机甲猛地窜出云海，一望无际的云海浮游天际，浩渺无烟。全息头盔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让王一雪仿佛踏足云端，恐惧被冲散了不少。他握住两边的操控杆，尝试操控这台失控的降天1号。中海科研基地1号汇报大厅气氛凝重，数十名专家齐聚，竟然无法破解我手机上的屁屁，甚至连转移安装都做不到。童瑶看着王老和华老吃人般的目光，心里满是委屈。解析代码后，他发现这根本不是常规编程语言，水平超过全世界水准10倍不止。算了，先把手机画面投屏。华老，军事卫星就位了吗？已经就位，开始接入信号。童瑶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，大屏幕亮起一行字：天书号卫星信号正在接入中。华老拍了拍王老的肩膀，示意他别太伤心。他心里清楚，机甲没做隔热措施，温度超过200度，驾驶员存活率几乎为0。王老何尝不知，他比任何人都要忐忑，却只能死死盯着屏幕。蓝星大气层，机甲与空气剧烈摩擦，整个机体一片火红。王一雪尽力操控速度，却不减反增，温度501，速度5马赫，机甲已飞出中间层，即将到达近地轨道。这么下去，非得死在外太空。王一雪摘下全息头盔，四处寻找急停按钮，却一无所获。这么先进的机甲，难道连个智能辅助系统都没有了？仿佛在回应王一雪。机械语音响起，检测到驾驶员长时间未进行合理操作，新手智能辅助系统启动，具体操作方式已发送全息头盔。王一雪赶忙戴好头盔，停！瞬息间，机甲数十个矢量喷口全力工作，背部引擎爆发出蓝色马赫环，速度4.7马赫、3.5马赫，直到机体悬停，机甲稳稳停在了近地轨道。王一雪长舒一口气，看向眼前，瞳孔猛地震颤。一颗湛蓝色的星球裹着蓝色纱衣，横沉在幽深孤寂的太空之中。这就是地球吗？真的好美。王一雪看得吃了，没注意到左下角的小喇叭图标已经闪烁了10多分钟。看得吃了，没注意到左下角的小喇叭图标已经闪烁了10多分钟。怎么样，连上了吗？王老第8次询问，没有，对方不同意连线就无法接通。童瑶耐心解释。大厅寂静无声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机甲里大概率已经没有活人了。残酷，但这是事实。王老，手机通话记录破解了。童瑶突然喊道：“我们有了那位徐师傅的电话，立刻拨通。”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欠费。童瑶咬牙充了50块话费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正忙。这小子拦截陌生号码，查他 IP 调取个人信息。王老大手一挥，5分钟后，童瑶停下手指，神色变得无比古怪。根据计算机显示，他的名字叫徐铁棒，现在的位置是……他浑身一颤，到吸口冷气，狠狠揪着自己的短发。怎么了，童瑶？他在哪？华老催促道。王老，这个地方咱们去不了。计算机显示他在月球。众专家都懵了。童瑶面色委屈的再次查询，脸皮疯狂抽搐，把后脑勺都薅秃了一块。领导，他在 M78星云。胡闹！王老怒喝一声，气得浑身颤抖。一会月球，一会外太空，这徐铁棒难道是迪迦奥特曼？降天机甲1号连接成功。突如其来的声音炸响，大屏幕上浩瀚星空与巨大的蓝色星球瞬间呈现。通过全息头盔的反光，王老看到了孙女那张纯净的脸颊。太好了，小一雪没事，爷爷能听到吗？我刚刚才注意到连线请求，之前做新手练习来着。熟悉的声音响起，王老老泪纵横。这一刻，他不是什么科学界脊梁，只是个普通的老人家。汇报大厅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。夏国有人研发出了载人太空机甲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心里都清楚。王老和华老稳稳压住情绪。小一雪，机甲攀升过程中，你一定经历了极热与极寒吧？挺过来就好。驾驶舱的温度一直都是这样呀，估计25度左右，很舒适呢。啥？王老手里的手机掉在地上，他捡起话筒，喘着粗气确认。小一雪，你穿着牛仔热裤和吊带，没感觉到温度变化？对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王老口干舌燥。机甲外层没隔热网，这就是某种合金刷了红漆，这恒温是怎么做到的？华老和科研人员们也都麻了。王老努力压住震惊。小一雪，机甲操作不是一时半会能学会的，先看看有没有一键自动返航。不会啊，我正在做新手引导训练，估计再有10来分钟就学会了，到时候我驾驶降天1号飞回去就行。王一雪精致的下巴微微上扬，像是在炫耀成绩的小孩子。王老喷出一口水，
新手引导训练，这又不是王者荣耀，怎么可能做个引导就学会？哎呀，爷爷都差不多，人家降天1号特别智能，我刚练一会就已经能开着他唱跳 rap， 他唱跳 rap。王老作为顶尖科学家，竟然在擅长领域被孙女说落伍了，他气得血压忽高忽低。那啥，燃料能查看吗？注意别回不来了，总共10格，现在还有9格。王老彻底破防了，从陆地飞向太空，竟然只用了1/20的燃料。就在这时，王一雪突然惊叫一声：“爷爷，我又找到了一个储备能源图标，容量比刚才那个多，有50格呢。”王老瞬间眼睛一翻，直挺挺的向后倒下。什么声音？王一雪听不到画面，只听到重物倒地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小一雪，你爷爷没事，就是估计说话时间长了，得吸点氧气，不用担心。华老稳重的声音从耳麦里响起。好吧，那麻烦您帮我照顾好我爷爷。一雪等会儿开机甲回去带您兜风，我先继续做新手练习了。挂断语音，就看到华老正指挥着工作人员给王老插上鼻氧管。华老知道王老这是情绪极度亢奋的老毛病，吸会儿氧就好。安顿好王老后，他继续盯着王一雪的动作。王一雪稍微扶了下全息头盔，看向眼前浮现的新手引导。当前训练科目：四肢同步协调性训练。是否开始下一训练科目？轨道炮打靶。开始。王一雪攥了攥拳头，眼神坚定。距离王一雪几公里外，鹰将空间站正漂浮在近地轨道上，舱门轻响。密根身穿白色宇航服，探出半个身子看着眼前的星河。密根别堵在门口，快点出！安追在后面推了他一下。密根克服失重飘到舱外。这是两人第27次执行太空行走，正靠在节点舱外壁欣赏雷景。突然，密根指着远处的一个红点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太空行走，正靠在节点舱外壁欣赏雷景。突然，密根指着远处的一个红点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之前没有吧？估计是毛熊或者夏国刚发上来的卫星，不用管。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在跳舞？安追顺着看去，顿时头皮发麻。隐约可见一个红色人形机械体正摆弄着各种姿势，简直耸人听闻。两人惊恐对视，再看时，红色机械体已经不动了。安追刚松了口气，突然2道红色火光从机械体肩部爆射而出，划过他们侧面冲向同步轨道。深空中发出2股剧烈爆炸，2颗卫星顷刻间被炸成了碎末，坠向大气层。沃茨瑞斯，上帝啊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安追脑子短路，密根更惊得瞳孔巨震，下巴疯狂颤抖。妈妈呀，大事不好了，外星人进攻地球了，得赶紧向航空航天局上报，搞不好地球要毁灭，简直荒谬。鹰将航空航天局大楼，3星上将保罗猛拍桌子。安追和密根这2个家伙在外太空呆傻了，这世界上哪有外星人？肯定是阴谋，立刻联系波多黎各岛，用超视距射电望远镜看看那是个什么鬼东西。几分钟后，几张模糊的照片摆在保罗桌上，这的确是一架真正的机甲。保罗脸色阴沉，眼神抵触，残留着惊骇。这种科技水平超越当前10倍有余，想击毁空间站，甚至精准命中总统府都轻而易举。保罗打了个冷战，果断拿起电话：“这里是国防部长办公室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我是保罗，有 SSS 紧急军情，帮我转接奥斯汀将军，中海市科研基地。”华老盯着大屏，见王一雪似乎做完了引导，问道：“小一雪感觉怎么样？真的能初步驾驶了？”哎呀，华爷爷你好啰嗦呀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新手引导做完，我就能初步驾驶降天1号了。我就能初步驾驶降天1号了。呵呵，小丫头还急眼了。华老笑着接着问：“对了，刚才我看到你好像操控机甲，攻击远远处的什么东西？你说的是肩部轨道炮？我刚才随便找了2个点，练了一下打靶。啥？在外太空打靶？”华老眼睛瞬间瞪大。那个小一雪，你说随便找了2个点打靶，哪来的靶？我让机甲的量子原相控阵雷达随便锁定了2个移动靶，2炮全部命中，应该有图像记录。我找一下哈。我点开实时记录，图像同步呈现在大屏幕上。华老和科研专家们瞳孔猛缩，齐刷刷后退一步。那竟然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。小一雪，你2炮干掉了2个这种东西？华老颤颤巍巍问。对啊，当时我着急继续训练别的科目，所以才开了2炮。其实机甲当时锁定了500多个距离最近的，我就打了2个没多打。华老再也绷不住了，这要是干掉500多个星链，鹰将绝对拼命。这样吧，华爷爷，我现在再打几个给你看，就像烟花一样，可好看了呢。别，我的小祖宗，收了你的神通吧。华老心脏狂跳，生怕王一雪把国际空间站也点了。听华爷爷的话，赶紧回来吧，你爷爷还在医务室躺着呢。好吧，那我到中海基地找你们。王一雪握住操控杆，耳边响起系统音：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启动，目的地中海军事科研基地，建议切换为普通模式，预计时长20分钟。这还用说？当然切换，当前模式普通。降天1号出发。王一雪一声令下，机甲爆出湛蓝色火焰，瞬间消失在近地轨道上。安追拿着光学电子望远镜再次出舱。磨蹭什么？你不看就把望远镜给我？不是，那东西不见了。安追颤抖着，两人看着空空如也的太空陷入迷茫，更加确信是外星人入侵，吓得只想回地球。小日子防卫调查课，伊藤诚听着汇报眉头紧锁。小鸟太郎，你的意思是确实看到了高达从你的前挡风玻璃飞上去了？伊藤课长，请你相信我，绝对没有撒谎。小鸟太郎诚惶诚恐，如果你被查出是在撒谎，你会丢掉工作并被起诉。伊藤诚递出一张名片，我有个朋友在人类精神领域有造诣，你去拜访一下。名片上写着大阪精神病康复中心巴格牙路，你全家都有病。小鸟太郎气得摔门而出，夏国领空，一道赤色红光拖着金色尾巴贯穿而下。一雪开慢点，中海科研中心内，华老看着面板上4.1马赫疯狂咆哮，4倍音速了，你这个速度能把地壳戳个窟窿。我急着看爷爷，华爷爷你放心吧，挂断了，刺了。信号被王一雪单方面切断，华老无奈摇头，这台机甲包含的科技领先当下数十年，只要平安归来，夏国科
科技必将跨越式发展。天空中，王一雪驾驶机甲撞破厚厚的黑云，电弧甚至追不上他的速度。王一雪看了一眼面板，速度5.7马赫，并且还在增加，应该不算慢了吧？王一雪感觉到强烈的失重感，预感着远飞机甲极限。正当他向地面俯冲时，中海基地的防空雷达突然光点大作，警报声响彻全城。警报：疑似遭到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袭击，所有人3分钟内前往人防设施避难。整座城市陷入恐慌。科研基地内，华老猛地做起眼神锐利，马上接通防空部电话：领导，基地被敌方洲际导弹锁定，极可能携带大当量核弹头，已经发布全城警报。华老头皮发麻，洲际导弹难道是鹰将？可预警怎么没提前捕捉？华老，没时间了，您快进防空洞避难吧。科研人员拖拽着华老，这时王老快步走来。王老，你有什么猜测？这还用猜啊？肯定是机甲回来了。无数人猛地一怔，华老也呆住了，僵在原地思考这话的准确性，似乎也只有这么一个可能。不好！想到这话，老猛地一拍大腿，拿起电话联系防空部。藏天系统是不是已经启动？藏天系统已经进入启动流程，正在进行最终核准，核准完成即可全方位出发。现场无数人倒吸冷气。藏天系统一旦启动，可藏苍天。它与毛熊的死守系统相似，是夏国的终极核反击力量。夏国境内任何地方监测到核打击前1分钟会自动启动，只要通过3道核准，全境核弹升空，人类将彻底回归石器时代。快，趁3道核准还没通过，立刻上报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王老瞬间大喝，华老快速拨号，那是001号特别红色通讯频道，这个号码每接通一次，就意味着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。王老来到窗前，看向大好山河，头顶的灾难倒计时响个不停，所幸最后末日未至。王老终于长舒了口气。华老挂了电话，眉宇间满是庆幸，他已向上级说明情况，这次警报将被定性为演习。生活在和平年代何其幸福！突然一道空气撕裂的尖锐破风声响起，玻璃随之震颤，窗台花盆摔了个稀巴烂。汇报大厅中，人们眼中闪烁着惊疑，怎么回事？不是系统故障吗？不会真的是灾难降临了吧？完了，我不想死啊！我是个处男呢，能不能让我先品尝一下爱情的苦再死？我不想死啊！我是个处男呢，能不能让我先品尝一下爱情的苦再死？无数目光豁然落到了刘师傅身上，空气陷入死寂。谁都没想到稳重的机械大佬能说出这种话。刘师傅感受到目光，脸色涨红，心中怕是恨不得末日赶紧爆发，好让他躲过这社死现场。这种震动王老最熟悉，是超级大功率引擎靠近时的共振。哈哈，好了，出去看看咱们的降天1号。王老和华老带头走出大厅，来到户外空地，那是基地最大的试飞场。呼啦，一阵强劲气浪轰然喷涌，身材瘦小的童瑶差点被吹翻。王老抬头看向上空，双手紧扣，一众科学家更是瞪大眼睛。红点在众人眼中快速放大，极具压迫感的霸道机体从天而降，轰，气浪扩散，热流砸落，极致的观感炸裂眼球。竟有人因心驰神往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机甲脚下，站在5米高的机甲旁，凌厉的棱角和肩上的轨道炮点燃了所有人的热血。这就是男人的浪漫。驾驶舱打开，王一雪招了招手，王老发现他脸色发白，小一雪快下来。知道了爷爷。机甲手臂将他脱下，他穿着牛仔热裤和黑色吊带，阳光而富有活力，与机甲竟显得无比般配。一雪你怎么了？王老关切道。没事，俯冲太快差点没刹住，有点晕车。哦不晕机甲。王一雪跑到一旁吐得稀里哗啦，众人表情瞬间僵住。机甲女神晕机甲。王老心情大好，大手一挥，准备对机甲展开机械构建性能测试。立刻联系陈博士，他是机械精密铸造与材料学方面的专家。听到陈博士，童瑶皱起眉头，他对那个留洋归来薪酬极高且手脚不干净的假老外一点好感都没有。留洋归来薪酬极高且手脚不干净的假老外一点好感都没有。10分钟后，降天1号进入室内测试场。小一雪，爷爷问你个正经事，你说实话，这个降天1号机甲究竟是哪来的？就是我找了一个焊工制作，送给爷爷的生日礼物。他叫徐帆，既是焊工，也是中海国防科技大学的学生。他叫徐帆，不是叫徐铁了吧？王老瞥向童瑶，童瑶缩了缩脖子，不是啊，他就叫徐帆，人长得阳光帅气，就是脾气有一点点凶。王一雪吐槽道。王老若有所思，一个大学生兼职焊工手搓机甲，那小一雪，你是提前几个月委托他制造机甲的？没有几个月啊，就在前天。小一雪，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呀。王老轻咳道。爷爷，我真没骗你，不信你看聊天记录，或者你亲自打电话。等测试结束，我带你们去徐师傅家里，一晃半个时辰。陈博士还没到，王老不耐烦了，让陈博士的徒弟张亮操作结构强度分析仪。机械大臂贴在机甲脚踝传动后轴上，结构强度检测进度49，抗磨损检测进度50，精密度检测进度8。张亮呼吸急促，他检测过顶级机床，但眼前的机甲让他紧张万分。众人屏住呼吸静待数据。叮，结构强度无法检测，众人集体瞪大眼，机器故障了。华老，这个传动构件真的有点出乎预料了，无法检测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它的结构强度超过了地球上任何一种锻造出来的机械构件。结构强度超过了地球上任何一种锻造出来的机械构件。王老声音颤动，四周响起倒吸冷气声。一个脚踝传动轴都有此强度，炮弹根本伤不到它。这要是正面硬刚，谁能刚得过？抗磨损无法检测，精密度无法检测。王老如遭雷击，向众人解释，这说
说明构建内部原子结构排列极其特殊，咱们没能力对它进行探测。这材料诺奖都不配啊！王老放声大笑，眼角流出热泪。祖国的腾飞有希望了，只要这种材料大范围应用，军工产业将跨代飞跃。这时陈博士开着迈巴赫赶到，他一进门就惊呼模型漂亮，还断言肯定是日耳曼制造的。陈博士，这台机甲名叫降天1号，是我们夏国制造的，你要是喜欢外国就去吧，夏国不欢迎你。童瑶冷笑道。陈博士怒气升起，却被童瑶手中的证据死死憋住。王老笑着打圆场，告知测试结果是无法检测。不可能吧，小张，你是不是忘记做仪器矫正了？我估计是仪器出故障了。陈博士冷哼，师傅，仪器中午还好好的。张亮反驳，你再叫我做事。陈博士瞪了他一眼，转头对众人嗤笑，肯定是仪器问题，咱们再用别的测，让各位死心。他取出一个脸盆大的脉冲射线分析仪，吸附在机甲脚踝上，滴滴滴，该构件抗磨损不在探测范围内，加工精度超过仪器极限 0.8 微米，综合结构强度等级389，参考对比钨钢17时墨烯24。陈博士脑子嗡的一声，三观彻底被颠覆。参考对比钨钢17时墨烯24。陈博士脑子嗡的一声，三观彻底被颠覆。小张，你知道鹰将 F22 核心骨架强度等级是多少吗？才是12，发动机精度也就1微米。总的来说，鹰将的 F22 在这台机甲面前脆得跟纸一样。王老一言，全场皆惊。这种机甲要是再造10台，什么首相总统，弄死他们不跟喝水一样简单？不，这不可能，我的判断不可能错，是仪器出故障了。陈博士情绪激动，国产仪器就是用不住，以后得买进口的。徒弟张亮攥紧拳头，这已是明晃晃的吃里扒外，崇洋媚外的狗汉奸，跪得久了站起来都恐高是吧？我现在就送你去你的鹰将主子那里，永远别回来了。机甲上方传出王一雪愤怒的声音，紧接着机甲双目爆出红光，机械音轰然响起，降天1号机甲启动成功，等待出击。陈博士被震得头皮发麻，怎么活了？下辈子问你的鹰将主子。王一雪操控机甲，一把将陈博士抓在手里。陈博士惊恐求救，王老快救救我，我是国家栋梁。王老和华老却莫名其妙的讨论起了引擎原理，仿佛没听见。周围科研人员也纷纷忙碌起来，没人理会陈博士歇斯底里的吼叫。机甲发出了让陈博士更加不安的声音，机体氢能引擎调试完毕，肩部轨道炮正常，高频粒子刀挂载正常，光束武器、龙骑兵系统未挂载，最后检测完毕。321，降天1号出发，气浪翻卷，矢量引擎爆出湛蓝色火焰，焰尾浮现无数马赫环，随着一声沉闷音爆，机甲带着鹰杖破空而去。蓝色火焰，焰尾浮现无数马赫环，随着一声沉闷音爆，机甲带着鹰杖破空而去。陈博士哪去了？王老看向华老，一脸疑惑，不知道，估计又去哪玩了。这人怎么看都不像搞科研的。华老撇嘴，童瑶，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王老一本正经的交代。啊，好的。童瑶愣了一下，随即暗笑，打电话当然要打，戏得演全套。与此同时，10多辆东风猛士正向基地疾驰，副驾上的李国忠看着死对头老孔打来的电话，黑着脸接通了。哈哈哈，老李早上好啊！老孔那拉嘲讽的声音传出，听说你们南部军区火力不足，作为兄弟部队，我们可以借给你2台外骨骼装甲，装门面应该够了。我谢谢你，但不需要。李国忠太阳穴猛跳，直接挂断，全速前进。李国忠对着对讲机大吼，到了基地都给我把腰板挺直了。王老和华老那是国之脊梁，太平洋上台风呼啸，巨浪遮天，即便鹰将的 F22 也不敢在此执行任务。暴乱气流中，火红色的机甲撞碎100米巨浪钻了出来。王一雪正细心地护着手中气若游丝的陈博士。1小时后，鹰将阿拉斯加州原始森林，机甲稳稳降落山谷。王一雪把陈博士放在巨石上，探出半个身子。陈博士，你不是喜欢你的鹰将种子吗？我没用1个时辰就把你送过来了，不用谢哈永别。咔嗒，舱门关上，机甲消失在远空。陈博士怔出神，随即打了个冷战。亲娘啊，这里太荒凉了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他听着四周的野兽嚎叫，再次失禁，只能坐在石头上祈祷贝爷保佑。坐在石头上祈祷贝爷保佑。返程时，王一雪一头窜上太空，走着路线能省10分钟。之前是因为怕陈博士受不了大气层压力才没走。红色机体在亚轨道高度划出惊天响雷，鹰将防空部瞬间乱成一锅粥。雷达显示阿拉斯加有不明目标以5倍音速升空，防卫部长气得直接打电话去航天局对骂，甚至告到了六角大楼奥斯汀将军那里，怀疑出了内奸。中海基地大门，李国忠带领20多名军官步入大厅，见到2老起身相迎，惶恐的小跑上前，王老、华老，您2位千万别折杀国忠了。李国忠忐忑的握手，您2位当兵时我还没出生呢。一番寒暄后，众人来到空地，李国忠忧心忡忡，王老，军演在即，东部军区准备了秘密武器，咱们这边呢？他们有外骨骼，咱们也有准备。王老笑道，事实上差距还真有点大。王老弯起嘴角，李国忠脸色瞬间难看，身后的军官们也垂头丧气，尖端科技的代差足以决定胜负。李国忠攥紧拳头挤出个惨笑，哪怕老孔是头老虎，咱也得崩掉他2颗门牙。王老和华老对视一眼，差点笑出来，这态度不错，有血性。突然上空气流倒灌，衣衫猎猎作响，华老笑着拍拍李国忠，国忠，咱们的秘密武器到了。没有啊，我看不见。退后，他来了。王老低喝，天空仿佛被割裂，凌厉红光砸落，地面爆出湛蓝色火光，一架火红色机甲遮天蔽日，巨无霸般的压迫感瞬间炸裂了李国忠的眼球。他死死盯着这钢铁巨兽，血压飙升，彻底懵逼。巨兽血压飙升，彻底懵逼。身后的军官们齐刷刷张大嘴，灵魂都快被这残暴的气息掀飞了。扑通扑通，有人双腿不听使唤瘫坐在地。许久，李国忠才带着颤音惊道：“卧槽，竟然是机甲！”他鬼使神差地补了一句：“这东西能打吗？”国忠，你是想
看战斗能力测试吧。王老笑着拨通了王一雪的电话。王一雪撇撇嘴，在近地轨道他早就试过了，轨道炮打标靶跟放烟花一样好看。20多分钟后，专用靶场，王一雪驾驶机甲只需60秒。等他们到时，他已经在舱里小眯了一觉。国中浙江天1号目前有4种武器。王老指着机甲解释：肩部轨道炮、高频粒子刀，剩下光束武器和龙骑兵系统还没挂载。李国忠感慨万千，这简直是超越鹰将的科技。当他听说这东西是中海大一个叫徐帆的学生2天手搓出来的，脑子彻底断档，眼冒金星。好，先测试高频粒子刀。王老拍板，小一雪照着那几辆报废的 T54坦克正面砍几刀，照片发过来，刀砍坦克。李国忠绷不住了 ，T54那可是10厘米厚的合金钢。王一雪通过插件将全息视觉信号同步给所有人。领导们看好了，降天1号抽出刀猛然发力，地面炸开大洞，机甲如炮弹般腾空，半空中粒子刀绽放出4米长的水蓝色流光，引得大地震动。李国忠死死盯着屏幕，粒子刀和坦克装甲究竟哪个更密？和坦克装甲究竟哪个更密？机甲落地蓄力斜撩，如水波纹般的刀刃瞬间划过坦克身躯，竟将其彻底贯穿。紧接着背部矢量喷口爆出橙色火焰，机甲横切而过，顷刻间将坦克水平切开，轰隆隆，坦克分崩离析，10厘米切口平滑如镜。李国忠思维短路，人生观彻底崩塌，哈哈哈！有了它，小日子天皇和鹰将总统睡觉都得做噩梦。李国忠狂笑不止。国中粒子刀威力还行吧？华老凡尔赛了一句。还有一个肩部轨道炮测吗？测当然要测。李国忠彻底上头了。王一雪锁定2000米外的小山头，红色流光拖着火线正中标靶，轰！大地剧烈震颤。李国忠天旋地转。等烟尘散去，他举起望远镜一看，整个人傻了。我山呢？山哪去了？标靶没了，连那座小山都没了。这一炮威力直逼小型核弹。李国忠直挺挺向后仰去，警卫员慌忙扶住。回到大厅，李国忠猛灌2口茶，心绪难平地看向王老。王老，我想把一雪特招入伍。王老端茶的手颤抖了一下，脸色瞬间凝固。王老有3个儿子，老大老二经商，小儿子承父志参军，却在一次任务中不幸牺牲。如今李国忠提议让他最心疼的小孙女一雪入伍，万一也出了意外，让这个为国奉献一辈子的七旬老人怎么活？李国忠说完就后悔了，他忘了这茬。哈哈，王老，我就是开个玩笑的，七旬老人怎么活？李国忠说完就后悔了，他忘了这茬。哈哈，王老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让他入伍吧。王老一口打断，长舒一口气，看向窗外，一雪正叼着冰棍蹦蹦跳跳的走来。军演在即，重新培养驾驶员来不及了。一雪有天赋，又和机甲制造者认识，最合适不过了。不过李国忠，你要是让他受委屈，我拿笤帚抽你。不敢不敢。李国忠笑得像朵花。王老不禁反悔，一口唾沫一个钉。至于他爸那边我去说。一雪推门而入，浑身散发着活泼气息。李国忠搓着手迎上去，一雪驾驶机甲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帅呆了。不过李叔叔你笑得有点猥琐。嗨嗨，李国忠正色道。一雪想不想一直开着机甲？国家负责保养，以后甚至能开着它上下班。想啊。一雪眼睛放光，那好办，填个表按个手印就行。一众军官都看呆了。李国忠为了忽悠小姑娘脸都不要了。一雪甜甜一笑，李叔叔您是想让我入伍做驾驶员吧？我愿意。李国忠愣了，心中感慨不愧是王老的后人，为国奉献绝不含糊。特招入伍的时间就定在了今晚。聊完正事，李国忠突然皱眉，王老，这机甲的设计者是个大学生焊工，我觉得有蹊跷，有没有可能？一雪联系到徐帆并非偶然，而是被他控制了手机。黑客技术能实现吗？王老问童谣。有可能，而且对徐帆来说非常容易。童谣一脸严肃，他想起之前调查徐帆时的挫败感，自嘲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。脸严肃，他想起之前调查徐帆时的挫败感，自嘲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。李国忠坚定道，他这么做就是想低调的把心血无偿赠送给国家。不对吧？是我找他做的，只用了2天。一雪插嘴，童谣解释道，即便你当时要坦克，他也会把机甲弄过来，反正是他控制你的手机。这番话让大家觉得一切都对上。李国忠红了眼眶，多么好的小同志！物欲横流的年代，这种英雄太少了。众人纷纷点头，造出这种神器却不求名利，默默上交，谁能做到？一雪，你付了多少钱？总共300万，还剩150万尾款，真是天才好少年。李国忠再次感慨，制造这种机甲成本恐怕要1000万，徐帆肯定是砸锅卖铁才做出来的，报价300万或许只是为了还债。这话一出，徐帆那大无畏的伟岸形象瞬间屹立在众人心中。我现在就转账。一雪擦掉眼泪，不。李国忠一拍桌子，加个0，不能让功臣流血又流泪。市区出租屋内，我正躺在床上，手机短信提示到账1500万，惊得我手机直接掉进了水盆。一雪发来微信，钱收到了吗？你多打了个0。我回道，是你应得的，明天想见一下你。我感叹真是有钱人，明天还得去相亲，哪有空见小富婆？科研基地内，李国忠听说我拒绝见面，一副早有预料的表情，他这是想功成身退啊。一雪急了，这人怎么这样？咱们小一雪想找谁还没失败过吧？华老和王老在一旁使眼色，一雪攥紧拳头，眼神坚定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我这就找闺蜜查你行踪。二老和李国忠低头窃窃私语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该给的条件咱们绝不能少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该给的条件咱们绝不能少。当晚一雪正式入伍。与此同时，云顶庄园机甲升空的新闻霸占了全网热搜。虽然视频很快因神秘力量离奇消失，但讨论度依然爆表。央妈直播间内局座正襟危坐，关于机甲话题我郑重辟谣，纯属子虚乌有啊！局座信你个鬼！弹幕飞起。
局座见状，光速下播，给王老打电话。王老搞定了，这次你得请我喝酒。次日，我应老妈要求去相亲，见面地点在奢侈品中心香榭丽舍2号。我刚进大厅，就看到相亲对象刘丽正对着一堆大牌购物袋拍照。你好，我是徐帆。刘丽嫌弃的扫了我一眼，假笑道：“好好表现哦，表现好了我就做你女朋友，帮我把这几个包包也包起来。”她不停的挑包，转头问我漂亮吗？我真的买了哈。到了收银台，一共11万5。收银员看向我，美女，谁买的你问谁，别问我。我耸耸肩，我又不是冤大头。刘丽尖叫起来：“你不是来相亲的吗？买了这些我就给你追求我的机会。”呵呵，姑娘，你是来找大冤种的吧？我转身就走，刘丽死拽着我的衣角不放。商场经理谭经理快步走来，冷笑道：“哥们儿，追女人得花钱，把钱付了道个歉，这事就算完了，否则误工费你1分也少不了。”收银员小姐姐想说公道话，却被谭经理当场开除。四周导购敢怒不敢言，我正要报警，大厅外响起急刹车声，王一雪走了进来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我。徐帆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她露出暖阳般的笑容。谭经理认出她是集团大小姐王一雪，脸色瞬间惨白，舔着脸迎上去。王一雪看都不看她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：“你没空见我跑这里来做什么？”径直走到我面前：“你没空见我跑这里来做什么？”谭经理彻底僵住，看来这低调的小伙子是大小姐的男友，还是倒贴的那种。王一雪问清情况后，俏脸深喊：“谭经理，谁借你的胆子搞杀猪盘？这是诈骗，去和警察说吧。”刘丽瘫坐在地，后悔莫及，原以为是穷小子，没想到是真龙。谭经理满脸悲戚，却在心里盘算着找关系脱身。他看向我们的眼神中闪过一抹记恨。见到平日里为虎作伥的谭经理被收拾，四周售货员纷纷拍手称快，直言王一雪干了件大好事。他冲着我挑了挑下巴，像个考了100分炫耀的小孩，倒有几分可爱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再次响起急刹车声，随着急促的脚步，8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快速进入大厅，占据有利位置。无数人看到枪口，皆是倒吸冷气，满脸惶恐，连我心中都是一惊。部队的人来这里做什么？王一雪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这几个警卫员我认识，这是来找你的。找我吗？我有些懵。旁边的售货员更是瞪大眼，难道我还有别的惊人身份？谭经理心中也升起不好的预感。门外快步走来2位古稀老人，爷爷，华爷爷这边。王一雪招手，看到王老和华老的第一眼，我瞬间认出，豁然起立，挺直腰板。我是国防科大的学生，对这2位国之脊梁心底敬佩。父亲生前就希望能跟随他们搞科研，父亲的遗愿也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徐帆，王老快步走到我面前，请问一雪的那东西是你研发制作的？是，我老实答道。好样的！王老紧紧握住我的双臂，激动的摇晃2下，握住我的双臂，激动的摇晃2下。华老也是不停夸赞，坚韧不拔，为国为民，国之栋梁啊！我愣了一下，我研制的机甲确实牛，但这么夸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我赶忙谦虚道：“二老过奖了，真的过奖了。”虚怀若谷，是个成大事的人，不错。王老越看越满意，我嘴角抽了抽，这其中怕不是有什么误会。周围有人认出了2老身份，惊呼声此起彼伏。瘫坐在地的刘丽脸色惨白，谭经理更是面色阴沉，他几乎窒息了，形势非常不妙。这时门外又是一阵骚动，哈哈哈！伴随着爽朗的笑声，一位肩扛将信的少将快步走来，哪个是徐小兄弟？快让我瞧瞧！四周响起倒吸冷气声，卧槽！少将都和徐帆称兄道弟，我特么裂开了。谭经理惊得面色惨白，牙床狂撞，这下死定了。刘丽更是双目无神，此时才明白惹到了怎样的真龙。国中叔叔你怎么来了？王一雪喊道。小一雪你们来了，我当然也就来了。李国忠爽朗一笑，走到我身前，轻轻给了我一拳。好小子，我有些受宠若惊。这位少将大哥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没等我说话，后面又涌进一大群人。王老华、老李师长，你们好啊！哎呦，老薛、老洪，你们怎么也凑热闹了？双方显然都认识。谭经理瞳孔猛颤，这些竟都是坐镇中海的大员。他双腿一蹬，两眼一翻，彻底吓晕了过去。刘丽也如泥雕般呆坐，悔不该当初。一番寒暄后，谭经理和刘丽被带走。王一雪一脚油门，把我带回了中海军事科研基地，10米高的室内场地。降天1号静静停放，我将手按在机甲小腿上，感受着熟悉的触感，心中唏嘘。降天1号静静停放，我将手按在机甲小腿上，感受着熟悉的触感，心中唏嘘。王老捋着胡须试探：小徐，年纪轻轻就能带队研发尖端科技，你的研发助理们也像你一样年轻吗？助理？我没有助理。我如实道。二老同时愣住，满眼迷茫，这么大的机甲，怎么可能独立研发？王老眼睛微眯，指着机甲脚踝的传动后轴，既然没有助理，想必对机甲了然于胸，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构件？华老暗暗竖大拇指，是骡子是马666就知道。童谣和科研人员也都看向我，要是答不上来，有团队的事就露馅了。您说这个啊？我大大咧咧介绍，这就是个普通的传动后轴，碳炔合金铸造，强度等级389左右，核爆只能刮点漆皮，还能在绝对0度到10000度间维持核心恒温。王老猛啊，苍老的面孔细微抖动，原来超强强度和恒温特性源于这新型材料。小徐，那我相信你，那你再介绍一下那个。王老指着肩部轨道炮，我抬头看向轨道炮，嘴角扬起，那个也简单，改进版电磁轨道炮，利用电磁场作用力发射，大大提高射程和速度，这些您肯定都懂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王老老脸一红，要不你还是再解释一下吧。我愣了，看向华老，华老也点头，四周科研人员更是一脸懵懂。我无奈只能详细讲解，由3部分组成，能源加速器触发系统。一口气说完，我口干舌燥，喝了口王一雪递来的水，口干舌燥，喝了口王一雪递来的水。四周一片死寂，科研人员们更迷茫了，太深奥了。王老期待且忐忑地问：小徐，碳炔合金的合成路径和化学式，你还记得不？都在脑子里呢，帮我找支笔。我席地而坐，10分钟写了10多页递给王老，里面有详细步骤和理论依据，就这么给我们了。王老震惊，只是几个公式而已。我笑道。王老接过笔记
本心脏狂跳。这手稿如果在世界公开，引发大战都不奇怪。可我就这么无偿上交了。王老和华老红了眼眶，嘴唇颤抖，真是为国为民的栋梁啊！童瑶见二老被征服，决定亲自出马。徐帆你好，我是南部军区电子战专家童瑶，请教一下，中控系统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？他眼中闪过狡黠，物理牛编程肯定是弱项，我没用任何计算机语言。我如实道，我的中控系统走的是另一套逻辑，是在物理操控基础上，深度结合人工智能进行拟人化操作。童瑶呆滞了，完全没听懂。他眼珠一转，那个我懂。对了，你的手机能不能借我看一下？我递过手机，童瑶一拿到手就懵了，好轻。他点开设备信息，瞬间亚麻呆住。存储1000T， 电池内米中微子发电，处理器降天001，信号太阳系，防水 IP1000。童瑶瞪大眼睛，疯狂挠头，这像话吗？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瑶瞪大眼睛，疯狂挠头，这像话吗？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徐帆，这手机也是你自己改装的？对啊，挺麻烦的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抛出最后一个专业问题，你能不能讲讲这玄天石系统是怎么运作的？这个比机甲中控简单多了。一通术语说完，童瑶彻底自闭了。他傻笑着把手机还我，再也不想和我说话了。事实证明，他这个天才少女在我面前只配叫小趴菜。王老凑过来，小徐你们聊什么呢？中控系统。我答。王老直呼好家伙，2分钟就让计算机天才自闭了。小徐，机甲造好后谁帮你试飞的？王老紧追不舍。当然也是我，当时没时间就随便溜了一圈。我认真道。什么？华老猛抓住我的胳膊，你连试飞也包了？我点点头。没有人比我更懂降天1号的性能，你能不能现在试飞一圈？王老激动道。可以。我内心乐开了花，正好过瘾。王老让王一雪坐副驾补救，并调了军事卫星保障通信。我输入代码，机甲双目爆射红光顷刻启动，我们被拖进驾驶舱，当前驾驶模式大师，快速启动完毕，等待出击。王一雪惊奇地发现，我启动的语音和他完全不同，而且直接是大师模式，安全卡扣都卡好。我提醒他，王老，您想让我怎么试飞？我接通语音，尽你最大能力吧。王老有些担忧，我眼睛一亮，尽最大能力，那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。我将视觉聚焦在王者模式。王一雪瞳孔猛缩惊呼，徐帆你干嘛？咱别逞能让我下去。王一雪瞳孔猛缩惊呼，徐帆你干嘛？咱别逞能让我下去。当前模式王者，各项辅助限制已解除，降天1号出发。来不及了，我猛拉操控杆，轰，矢量喷口爆出火光，机甲水平爆冲，强烈的推背感让王一雪窒息，脚底擦出金色火花。刚出室内场地，我按下爬升按钮，机甲拔地而起，离地100米直接突破音障，轰，音爆震碎了基地的玻璃，花盆摔得稀巴烂。王老捂着耳朵叹息，还是太年轻，性子急啊。王老看看数据吧。华老提醒，众人看向屏幕，当前模式王者，综合推力1100千牛加，机体温度1000摄氏度，速度10.8马赫，评价一切正常。这特么叫正常？全场倒吸冷气。王老眼球充满血丝，嘴巴张大，一口气没提上来，猛地向后仰去。卧槽！王老稳住。华老刚吞下一颗速效救心丸，急忙鼓励童瑶赶紧送上氧气管。王老颤抖着声音急忙说道：没事，我没事，快看屏幕。众人再次把目光投向屏幕，当前模式王者，综合推力1500千牛加，机体温度1600摄氏度，速度16.8马赫，评价一切正常。疯了，接近17倍音速，驾驶员神经了，机甲魔怔了，所有科研人员也彻底疯了。全场响起无数人生观崩塌的声音，价值观碎了一地，来不及喘口气，机甲已经钻出云层，蔚蓝天空逐渐转黑。几个呼吸后，屏幕中彻底失去参照物。驾驶舱中，我看着视线转黑，低语一句，开启动态视觉补偿，全息头盔顿时能看清黑暗中的景物。王一雪彻底麻了，除了惊恐，就是对我驾驶技术的震惊。麻了，除了惊恐，就是对我驾驶技术的震惊。音爆起飞，在那种狂暴的爬升模式下，竟然还能进行入微级操作，这份水准绝对是他不可攀登的高峰。他以前觉得自己有驾驶才华，现在觉得就是个笑话，自信心受到10000点暴击。我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集中注意，右手操控杆侧推，左手后拉，机甲一个漂亮转身，稳稳悬在太空中。量子动态视觉补偿自动关闭，一颗蓝白相间、裹着银色纱衣的星球呈现在我们眼前，背后是一望无际的星河。王一雪紧张消退，眼睛里亮起星星，光晕照耀下她的侧脸精致绝美。我也在欣赏这美景，心中震撼无法言喻。机甲停止主力引擎输出，仅靠微缩矢量喷口调整姿势，让我们始终面对这颗水蓝色星球，在同步轨道上缓缓飘荡。这画面把科研人员也看呆了。吸过氧气，王老缓过劲来，看着手机问：机甲从地面到太空用了多久？报告王老，从快速启动到现在过去20分钟。什么？王老眼睛猛瞪，赶忙看表，20分钟冲出地球。疯了！牛顿要是知道这个数据，会不会掀棺材板？爱因斯坦也会沉默吧？王老甩甩头。华老也再次吃下一颗速效救心丸。几分钟死寂后，王老艰难开口：小徐啊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还差点意思。应该是激光武器和龙骑兵系统没安装的缘故，还不够完善。我微微皱眉。王老愣了一下，心想真累，还是顺着说吧。行，等你回来务必完善一下，费用你提，管够。没问题，我最喜欢干活，接到活且钱管够，我简直美极了。哦，没问题，我最喜欢干活，接到活且钱管够，我简直美极了。得再展现一下性能，搞不好还有额外收获。我看向遥远的月球，那里有登月纪念碑和阿姆斯的脚印，顺路去看看。扶稳坐好了，我微微侧头。王一雪面色一惊，猜到我要整活，急忙抓住安全扣。看，我猛拉操控杆，轻动力引擎轰然炸响，4道湛蓝色火舌喷吐出8米长的尾焰，强烈的推力将机甲推离同步轨道飞向月球。我看了一眼数据面板，速度竟然只有20马赫，不禁叹息。
氢动力到底还是比核动力逊色。科研基地，王老疑惑：小徐，你这是打算去哪？不回来吗？我带易雪去月球看看。我随意道：啥？你说哪？月球？王老胡子都炸开了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距离38万公里，你怎么可能到达？能源够返回吗？我明白他的担心，您不用担心，时间能源都够，我尽量在午饭前回来。怕他不信，我掀开红色塑料盖，一巴掌拍在按钮上，加力模式启动中，备用能源启动，进入加力模式。机甲背部4个矢量喷口快速变形，湛蓝色火焰轰然爆射，无与伦比的推力袭来，一股血液被强行抽出的感觉直逼大脑。机甲犹如红色光束冲向月球。科研基地，王老整个人都在颤抖。20倍音速已是认知极限，现在又整出个加力模式。华老看到了数据面板，当前模式王者加1级加力，速度43马赫。华老眼睛瞪得像鸡蛋，嘴巴能塞下拳头，哈哧哈哧急促喘息，眼看要嘎了。哈哧哈哧急促喘息，眼看要嘎了。童瑶大惊，快给华老吃速效救心丸。王老缓过神也看到了数据，45马赫，嘎！他一口气没提上来，浑身抽搐，赶紧给王老也吃速效救心丸。童瑶喊道。两位老人被搀扶到椅子上，服下药丸，插上鼻氧管，脸上惊骇未退。45倍音速，打死都不敢信。我听到对面的慌乱，没理会，专心驾驶。王一雪的全息头盔没接通地面音频，他刚适应极速，还在大口喘息，看着月球越来越近，他神色激动，能靠近月球足以自傲，距离够近了，准备减速，和加速一样难受。我提醒，准备好了。王一雪紧绷肌肉，卡的。我双手操控机甲翻转，引擎功率开到最大，45倍音速狂飙的机甲瞬间被反向巨力笼罩，我们的眼球几乎压进眼眶，血液甩向后脑勺，恐怖的窒息感袭来，心脏几乎被捏扁，我有种要死的感觉。看来得研发体格增强药剂了。人体承受力是机甲最大的枷锁，压力减弱，机甲悬停在月球上方，一片灰败仿佛代表死亡。这就是月球。王一雪呢喃：走，去登月纪念碑和阿姆斯的脚印那里看看。我拉动操作杆，冲入月球引力场，雷达已经锁定了月海基地遗迹。地球上，二老恢复行动力，盯着手机，机甲正以5马赫俯冲月球，众人竟觉得很正常。经历过45马赫洗礼，专家们神经都被练出来了，已经在着陆了。王老惊呼，华老也满眼血丝，这代表着下国。王老要不要向上汇报？童瑶提醒，先看看，即使汇报也不能公布。下国，王老要不要向上汇报？童瑶提醒，先看看，即使汇报也不能公布。王老正色道，徐帆和机甲都需要保护。月球上空月壤越来越清晰，看到了，我激动高呼，姿态调整，喷口启动，机甲稳稳落地，伴随地动山摇，两只脚嵌入月壤，右脚好像踩到了什么，但不重要。一雪，快帮我找找纪念碑在哪？我没注意，他正一脸古怪地看着我。科研基地的人也石化了，怎么了？我问。徐帆，你刚才降落有没有发现踩到了什么？王一雪艰难开口，好像踩了块石头。怎么了？你猜机甲的右脚踩的是什么？我眉头一皱，猛地震惊，卧槽！赶紧挪开右脚。伟大的登月纪念碑被我踩进月壤，只露个底。阿姆斯的脚印更是被踩没了。我人傻了，人类的一大步就这么没了。王老他们也呆住了，这是捅出去，夏国绝对会被谴责破坏文物。嗨嗨，华老干咳目光锐利，今天这事儿谁都没看见，明白吗？华老您说什么？我刚才玩电脑没注意。童瑶心领神会，科研人员纷纷附和。我眼睛看不清，得抹点马应龙。童瑶嘴角抽搐，马应龙是智眼的吗？华老欣慰地竖起拇指，将众人遣离，只留童瑶照顾二老。月球上，我看着被踩没的见证有点过意不去，干脆又踩了过去，用力蹬了2下，踩出个1米深的脚印，然后在旁边划拉了一行字：机甲的一小步，科技的一大步。做完这些，在王一雪目瞪狗呆中，我猛拉操控杆，溜之大吉，加力模式启动，机甲瞬间消失，返程很快，我一路疾驰冲入大气层，还不忘搞售后教学。一雪看好，姿态调整很简单。我一路疾驰冲入大气层，还不忘搞售后教学。一雪看好，姿态调整很简单，先这样再那样，这就是落叶飘。机甲如落叶般飞舞下降。王一雪脸色僵硬，陷入深深的怀疑。再教你个回形真激动，我又是一顿超高难度操作。机甲急速拉升180度掉头，王一雪彻底不说话了，脸色煞白，生无可恋。他终于明白童瑶为什么会聊自闭，自信心碎了一地，委屈的想哭。我看表12点了，决定结束教学。售后真费劲。机甲停在室内场地，王一雪长舒口气，露出劫后余生的笑。会议室里，王老和华老满脸慈祥。小徐驾驶技术真好，以后多教教一雪。没问题，我恭敬答应。王一雪拼命给王老使眼色。交谈后，我接到了再造一台机甲并完善武器系统的委托，王老给了1000万，还能免费调用军方采购渠道。我眼睛亮了，这简直是没本的买卖。回到废弃厂房，我把材料单发给童瑶，他表示1小时内送到。南部军区师部，李国忠刚回来，军演动员就开始了。报告厅座无虚席，李国忠入场掌声雷动。南部军区连败3次，这次防守任务落到了他头上。战士们，李国忠朗声道，我们连败3次，这次要把荣誉拿回来，宁可前进一步死，绝不后退一步生。蓝军必胜，蓝军必胜！呼喊声震天。动员结束后，作战讨论时气氛压抑。师长，红方与科研所合作，量产了100多台外骨骼装甲，特别适合城市攻坚。杨参谋叹息，要咱们也有外骨骼就好了。杨参谋叹息，要咱们也有外骨骼就好了。李国忠走到他身边，意味深长，他们有外骨骼，你觉得咱们会没有秘密武器？众人眼睛猛亮。作战计划我已制定，开战前下达，明天一早开拔。李国忠严肃道。众人敬礼，但心中疑惑，面对100台外骨骼，究竟什么秘密武器能抗衡？但愿师长不是在编造安慰人。夜深，
中海市废旧厂房内，超声科技工作台隆隆运转，10只机械手臂挥舞的眼花缭乱。升级到 LV2 后，工作台制造产品的速度快了不少。这次新作机甲消耗了900科技点，我手头上只剩下2300点，想要完成父亲遗愿制造深海潜航器，至少还得再攒5000点。这次军演是个收割震惊情绪的好机会。我在库房小木床上将就了一晚。童谣说制造武器的材料半夜就能送到。次日凌晨5点，提示音响起，降天2号制造完成。我看着彻底完工的新机甲，眼中闪烁着振奋。同样是火红色涂装，但这台侧重远攻，左臂集成双排轨道炮，右臂集成微型导弹发射口。正想出去溜一圈，电话响了，我到门口了，开门卸货。童谣疲惫的声音传来，我打开铁门，童谣娇小的身影驾驶着重卡驶入，他睡眼朦胧的下车，困死了，等下我得回去好好睡会儿。他揉了揉眼，看向工作台旁边。机甲怎么不一样了？这不是降天1号？反应过来后，童谣猛打了个激灵，脑子瞬间清醒。他抬头看向眼前的庞然大物，一股强烈的视觉冲击扑面而来，犀利的双股轨道炮，凶猛的微型导弹发射口，瞬间炸裂了他的眼球。许久之后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期待地问徐帆：“我能不能进驾驶舱看看？”当然可以，客户就是上帝。我用手机启动机甲，两人进入驾驶舱。童谣眼睛里闪着熠熠光芒，我能不能试驾一下？没问题。在我的指导下，童谣这个电脑天才很快学会了操作。由于他对中控系统的顶级理解，操控起来竟非常顺滑。半小时后，他已经能用新手模式简单操控了。天色大亮，机甲开回仓库，童谣钻在驾驶舱里模拟驾驶，我则利用他送来的材料开始制造激光武器和龙骑兵系统。忙碌了一整天，晚上系统提示武器安装成功，降天1号和2号的完全体形态呈现，左右各多了一个激光发射口，后背多了一对完全展开足有6米宽的机械翅膀。龙骑兵系统，我叫醒童谣，连夜把机甲送回科研基地，只要等这次军演完，科技点应该就够完成父亲遗愿了。第二天傍晚，东南军演基地，李国忠带领第8陆战装甲合成师入驻演习城，3个坦克团，一个步兵团，一个火炮团，一个防空团严阵以待。但很多军官忧心忡忡，畏惧敌方的外骨骼装甲。漆黑深夜，2道嗡鸣声从战士们头顶飞过。李国忠带着警卫班来到演习城一处秘密位置，看着头顶急速下坠的2台机甲，他神色激动。降天1号，降天2号，久违了。台机甲，他神色激动。降天1号，降天2号，久违了。轰隆轰隆，2台视觉炸裂的机甲赫然呈现。李国忠目光扫过，那背后的钢铁巨翼和双股轨道炮，瞬间勾走了他的眼球。他兴奋地发抖，恨不得上去亲2口。身后的警卫班更是惊得合不拢嘴。卡兹，舱门打开，王一雪和童谣穿着迷彩服走下来敬礼。师长好，请下达作战任务。不急，我要用你们这2把钢刀，在红方最松懈时一击必杀。李国忠神秘一笑，让人把机甲用黑布遮住，让2女藏身附近待命。同一时间，城外东部军区第3机械化步兵师严阵以待。红方师部内，孔师长嘴角噙着自信。城市攻防战，坦克就是瞎眼老虎，他的外骨骼装甲团才是巷战之王。师长，外骨骼装甲团已到达位置。参谋长汇报，传令，全体静默，没有指示谁都不准动。孔师长看着窗外自语：老李啊，这次你输定了。距离军演基地不远的演习观摩处，东南战区首长朱国栋和罗宾站在沙盘前。老朱，巷战对蓝方太吃亏，小孔的外骨骼装甲团胜券在握。罗宾摇头：是啊，咱们差不多该撤了。朱国栋赞同。次日天蒙蒙亮，红色信号弹升空，军演正式开始。仅5分钟，李国忠就接到前沿阵地求援，1小时对轰后，红方迅速推进。师长，阵地快守不住了，后方部队支援吧。杨参谋急道：不，第1坦克团死定在后方，一步不准退。不住了，后方部队支援吧。杨参谋急道：不，第1坦克团死定在后方，一步不准退。李国忠沉声道：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更恐怖。2个时辰后，正面阵地全线告急。更震惊的是，红方空降兵已渗透至师部附近。红方师部，孔师长喝了口热茶，传令外骨骼装甲团1小时内拿下蓝军师部。是，潜伏在蓝军后方的上千外骨骼士兵迅速出击，他们扛着轻机枪冲入街巷，火力凶猛。蓝军警卫团第一时间迎击，伤亡惨重。师长，敌方距此不到5公里，快撤吧！敌方挺进1公里，冲着师部来的。李国忠不为所动，急问侦察小组有消息吗？暂时没有。叮铃铃，座机响起，报告师长，侦察兵已找到敌方师部。李国忠一拳砸在桌上，拨通电话：一雪童谣，目标红方师部，给你们10分钟都抓活的，5分钟足够了。李国忠把手机丢给通信兵，连接大屏幕。老孔，这次看你怎么哭。屏幕一分为2，突然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，2台造型凌厉的机甲赫然呈现。师部死寂，所有人停止呼吸。师长，这是真的吗？参谋长颤抖。屏幕里机甲爆出湛蓝火光，冲天而起，剧烈的震感传到师部。卧槽，真的是机甲！众人从震惊转为狂喜，终于明白师长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了。王一雪和童谣驾驶机甲，离地100米直接音爆起飞，下方上万士兵惊呆了，甚至停火仰望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万士兵惊呆了，甚至停火仰望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红方师部，孔师长哼着小曲，晚上搞庆功宴，整几个硬菜。突然头顶响起嗡鸣，狂风将师部帐篷连根拔起吹飞，孔师长只剩个红背心，刚喊了句小心台风，一道红色身影重重砸落，轰隆隆，大地龟裂。孔师长该治了。看着头顶的机甲，慌忙大喊：
赶快上报，汽车人入侵地球了！他刚转身，又一道红光砸落，孔师长吓得瘫坐在地，一抬头，双管炮筒正贴在他脸上。他强压震惊颤声问：“汽车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机甲发出半人半机械的声音：“马上向蓝军投降，并上报观摩处。”孔师长脑海闪过一个骇人推测：李国忠投靠汽车人了。他狠狠吐了口唾沫，决定委曲求全，传令全师向蓝军投降，同时拨通了观摩处电话。观摩处，罗宾正准备离开，接起电话笑道：“小孔，刚获胜就来报喜了。报告首长，我方师部遭汽车人袭击，炮口顶在我脸上，已向蓝军全面投降。”孔师长带着哭腔：“荒谬！你变形金刚看多了，暂时造谣上军事法庭。”罗宾大怒：“首长，也不一定是汽车人，可能是光能使者或者高达。”罗宾差点气背过去：“给我接通视频，要是看不到汽车人，老子送你上法庭。”1分钟后，视频接通，罗宾冷笑着看向画面，巨大修长的双管炮口死死顶在孔师长脸上，后面是铁塔般的巨型机甲，双目散发着十字红光，压迫感瞬间惊爆了罗宾的眼睛。真的是汽车人！罗宾懵了，旁边的朱国栋也傻了，眼睛上翻，差点晕过去。警卫员赶忙扶住。视频对面，孔师长看首长信了，松了口气。机甲炮管收起，红光消退，舱门打开，王一雪和童瑶探出身子，笑嘻嘻的敬礼。舱门打开，王一雪和童瑶探出身子，笑嘻嘻的敬礼。孔师长傻了，不是汽车人，是外星人伪装的。你们是哪个星系的外星人？孔师长壮着胆子问。报告孔师长，第8路战装甲合成师，电子对抗营营长兼将天2号驾驶员童瑶。报告孔师长，第8路战装甲合成师，机甲特战队队长兼将天1号驾驶员王一雪。王一雪笑道：“孔师长，你方已全面投降，我们该走了。”两人返回驾驶舱，机甲爆出湛蓝火焰，垂直升空，化作红光消失。孔师长和参谋们神色呆滞，仿佛做了一场梦。罗宾和朱国栋也凝固了，默契的挂断电话，紧接着打给李国忠，阴阳怪气：“行啊，小李，这么大两个铁疙瘩，保密的这么好，给我们上了一课。”李国忠惶恐：“首长折杀我了，要是早暴露，您能让我用吗？这可是严重破坏平衡的。”罗宾笑骂：“你他娘的怪我没教好是吧？老实说，那铁疙瘩猛不猛？相当猛，非常猛，嘎嘎猛。”李国忠眉飞色舞，一炮过去扇没了，粒子刀2下把 T54坦克切了个稀碎。罗宾皱眉，觉得有夸大成分，但机甲的强悍毋庸置疑。两人商定大后天开表彰大会，并视察机甲。晚上，王一雪开车载着童瑶、王老和华老来到我的废旧仓库。王老和华老看着破旧的仓库，满脸疑惑：这地方能造出领先世界的机甲？推开生锈的大门，里面一片漆黑。我正趴在台灯前写话：“徐师傅开灯啊！”王一雪喊道。我按下遥控器，仓库宛如白昼。王老和华老瞳孔猛缩，5米多高的超深科技工作台矗立在中央，10只机械臂泛着冰冷光泽，科幻感扑面而来。小徐，你这是？王老呼吸急促。集成式多功能工作台。华老快步上前，越看越入迷，激动的脸色涨红。这部件简直是怪物中的怪物啊！两人抚摸着工作台，痴迷不已。华老瞥见角落的废料，小徐，那是什么？造机甲剩下的碳缺合金废料。我随意道：“碳缺合金。”华老猛吸冷气，全世界最强的材料，你特么扔角落吃灰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王老也红了眼，满眼怨念。我眼珠一转，掀开旁边的篷布。王老、华老，这里全是，你们要感兴趣，价格好说。五光十色的金属边角料绚烂夺目。华老手颤抖着抓起一块，买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我心中暗喜，大客户啊！二老，我这成本不低，算我吃点亏，499块一斤。四周倒吸冷气，四人瞪大眼睛，死死盯着我，身体颤抖。嫌贵吗？我干笑2声，开玩笑的，就当为科研做贡献，498一斤，最低价了。嘎！华老心脏狂跳，498一斤，二老彻底妈了，这价格简直是侮辱这伟大的材料。童瑶小声对王老说：“徐师傅是不是想用这种白菜价无偿捐给国家？”王老思路瞬间打开，感动的无以复加。徐帆这是怕国家不好意思白拿，附加。徐帆这是怕国家不好意思白拿，这份大义岂是金钱能衡量的？王老拍着我的肩膀：“小徐好同志啊，就按你说的498一斤。”华老捡起一根银丝，这也是新型合金，室温超导合金，剩了1吨左右。我随口道：“是室温超导。”王老激动了，这可是诺奖级别的神物啊！对，做机甲电路能量无损传递，你们要收吗？二老呆若木鸡，不敢接话，这东西价值无法估量。老规矩，498一斤，我把合成公式也写给你们。我拖着下巴，不过没我这工作台很难造出来。华老眼眶红了，恨不得给我磕一个。王老上前给我个熊抱，国士无双。童瑶满眼崇拜，王一雪则一脸懵逼，爷爷连国士无双都用上了，我心里直呼离谱。这老爷子又开始照死里夸了。王老，别的合金要不要？啥也别说了，全要了。王老痛哭流涕，我心中赞叹，真是大客户啊。小徐，还有件事想听听你的看法。王老正色道：“科研基地想与你合作研发机甲，帮你申请国家级科研院士头衔。”我笑了，合作造机甲没问题，那都不叫个事儿。夜色渐深，月凉如水，废旧厂房外虫鸣犬吠，里面相谈甚欢。产线搭建的问题已经谈拢，我提供技术，其余一切均由王老他们负责。每生产一台机甲，我拿3个点抽成。在王老他们看来，3个点完全就是意思一下。实际上，在我眼中，今后会有无限多的尖端科技横空出世，机甲真的不算什么。无限多的尖端科技横空出世，机甲真的不算什么。王老和华老彻底叹服，又沟通了产线选址后，机甲项目彻底立项。王老乐得合不拢嘴，直言让王一雪和童瑶向我学习。华老目光停在我的工作台上，那里有一沓图纸。小徐，你这是在研发什么？华老耐不住好奇心问道。您说图纸上的那个是我闲来没事构思的深海潜航器。我随意道。深海潜航器你也有研究？华老震惊了，看我图纸上那浮夸的造型，和寻常潜航器有天壤之别。我20多岁的年纪研发机甲已够耗费精力，竟然还有时间研发别的东西，堪称无敌。略懂1、2吧，我客气道。华老不以为然，我的略懂1、2恐怕已凌驾在技术顶点。王老
老说的没错，当真是国士无双。离开废旧厂房，王老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神色郑重地对童瑶道：“记录我接下来说的话，并且上报。我决定。”这几个字一出，童瑶猛地一怔，急忙取出纸笔。华老和王一雪也是一脸震惊。王老作为镇国勋章获得者，一辈子拥有一次顶级权限，只要不违背国家意志，各部门都要配合。在众人注视下，王老斩钉截铁地开口，动用镇国勋章权限，将徐帆的科研权限提升到10级，整个中海所有资源完全向他开放，各部门无条件配合，哪怕徐帆想要天上的星链卫星，也得想办法弄来一颗。如果哪个部门有意见，无需上报，直接开除领导。同时，将徐帆的个人信息列为红色绝密10级，肩膀上扛3颗金星以下的一律不准动他，徐帆此人是我夏国崛起之希望，是未来国家之脊梁。说完，王老眼中爆发出一团金光，气势逼人。童瑶记录的心惊胆战，这特么已经不是开特权了，完全是为所欲为。王老的意思很明显，谁敢给徐帆制造问题，就把谁当问题解决掉，这是把夏国100年国运都赌在徐帆身上了。王老语气稍缓，好了，权限用完了，接下来机甲产线和人员选拔是重中之重，其他事情都让路，还有为徐帆申请授勋的事，耽搁不得。华老深以为然，确实，徐帆这种级别的天才，必须给予最高规格礼遇，他无偿捐赠无价之宝，他可以不要，但咱们不能不给，塞也要硬塞过去，不能寒了科研工作者的心。众人均表赞同。回去的车上依然是王一雪驾驶，大家聊得很愉快，甚至聊到了我有没有对象。王一雪说，我前几天相亲遇到杀猪盘，肯定还没对象。华老小声对王老说，老伙计，徐帆为国家做出如此贡献，咱们是不是考虑给他配1-2个女秘书，帮他处理起居照顾家人，减轻负担嘛？换做别人，王老早一巴掌扇过去了，但这次他略微一想，要是徐帆不反对，咱们倒是能安排，有闲言碎语我来处理。王一雪顿时不乐意了，一脚底板油差点把二郎吓出心脏病。我反对，你们2个老人家多管闲事，瞎操什么心？童瑶也扬起下巴，一雪说的对，人家徐帆有手有脚，长得也帅，又不是不能自由恋爱，别添乱了。王老和华老对视一眼，露出老狐狸般的笑容。王老继续绷着脸，徐帆做那么多事，家里肯定照顾不过来，他为国家做了这么多，享受点特权合情合理，说到底还是为了国家。王一雪急眼了，那也不用非得找女秘书吧，我又不是不能帮忙。说完他就脸红了，清了清嗓子，正经道，我是说没有任务时，我很乐意去帮忙照顾他家人，都是为了国家嘛。童瑶也插嘴，我没事也能去帮忙，咱还能比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差了。王老眼角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，装模作样的点头，既然你们这么说，那就听你们的，事前和我们支应一声就行。一车4人各怀鬼胎，心满意足。王一雪在高速上把车飙到了120，甚至想着下次去找我能不能开机甲出来。他们走后，我又研究了一个时辰深海潜航器，这是父亲的心血和我的执念，研究的越深入，制造出来就越强悍。次日一大早，我刚起床就听到老妈里兰话，念叨我不好好相亲。我本想说出实情，想想还是算了。最近最让我开心的是，老妈不用出去干活了，前几天给她钱时差点把她吓死，解释了半天才相信。门铃突然响了，我开门一看，竟是王一雪。徐帆，早上好啊！她穿着白色吊带长裙，皮肤在晨光下散发着光晕，眸子清澈明亮。一雪，你咋来了？快请进。王一雪进屋，看到我家颇为简陋，想起我把尖端科技上交国家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暗下决心要给我申请大房子。老妈端着早饭出来，看到王一雪眼睛都亮了，她热情招呼一雪吃饭，越看越喜欢这落落大方、有气质的姑娘。饭桌上，老妈问东问西，连彩礼3金5金都问出来了，把我弄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一雪礼貌回答，两人聊着聊着就熟络了。阿姨，你看着真年轻，皮肤真好，能不能叫你姐姐？我在旁边听懵了，胡说八道不打草稿的吗？老妈在一声声夸赞中迷失了自我。5分钟的早饭硬是吃了1个小时，在我强烈要求下，两人才结束聊天，并约好下次继续。我拉着一雪跑出门，老妈照着镜子喃喃，好像挺年轻的。一雪真会说话，要是儿媳就好了。王一雪开着军用吉普载着我行驶在高速上。一雪还有多久到？我随口问。半小时。她顿了顿，犹豫地问，徐帆怎么不见你吧？出差了吗？他10年前就去世了。王一雪手猛地一抖，对不起，我没事，我早就记不清了。我声音低沉，显然还是无法释怀。王一雪没再继续话题，打开了舒缓的车载音乐。半小时后，我们驶入中海第3兵工厂。看着这万亩规模的兵工厂，我嘴角直抽搐。国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，直接把兵工厂征用了。这里地处偏僻，设施齐全，甚至地下有抵御核爆的防空洞。一雪的手机响了，我的多功能工作台还有20分钟运抵。我长舒口气，看来要大干一场了。1个时辰后，工作台安置妥当，原材料陆续进场。我没等天黑，直接开始工作布置预埋件。在各方配合下，天黑前预埋全部完成，堪称奇迹。晚上，我和一雪去吃晚饭，她对地摊小吃很感兴趣，烤冷面、煎饼果子尝了个遍，妥妥的小吃货。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大排档，烧烤上桌我要了瓶勇闯天涯，一雪也想喝，被我拦下。都喝酒了一会儿，谁开车？兵工厂离这20多里，大半夜出租车都不好打。我们边吃边聊，一雪再次为早上的事道歉，我笑着说没关系，真正把这个憨憨的小富婆当成了朋友。一雪一高兴，强烈要求喝1瓶，最后我们各喝了1瓶，非常尽兴。到了11点，准备走时懵逼了，出租车没了。我问烧烤大叔附近没有旅馆，一雪脸蹭的红了，看向我，我一愣，赶忙解释，不是叔，我是想问附近有没有酒店。没有，老板撇嘴，现在的年轻人成熟太早，我们那年代18岁连手都不敢牵。我嘴角抽搐，这大叔有病吧？叔，我是想问附近有没有出租车。装什么装？没有。老板露出个男人都懂的眼神。我和一雪站在马路边无奈叹息，一雪捏着衣角，心思多了起来。没车怎么办？要不往远走走找旅馆，万一只有1间房。另一边中海科研基地，夜色已深，
降天2号机甲爆射红光，提示音响起，当前驾驶模式大师快速启动完毕。降天2号出击，机甲冲天而起。童瑶眼神坚定，不断练习驾驶。后天就是表彰大会，首长要亲自看实战模拟，他必须加大练习量。首长要亲自看实战模拟，他必须加大练习量。这时，他的全息头盔接到王一雪的电话：“小瑶，你忙吗？能不能过来接一下我们？行，发个位置，5分钟就到。”收到定位，童瑶猛拉操控杆飞去。挂了电话，一雪美滋滋地说：“放心吧，小瑶说5分钟就到，他在哪5分钟能到？”我疑惑，随之有个惊人的猜测，夜空中划过一道蓝色火光，哇，有流星！一雪惊喜，流星你个大头鬼，那是童瑶开机甲来接咱们了。巨大的嗡鸣声响起，烧烤摊大叔刚收摊，抬头一看，心神震动，一台巨大的人形机甲降落在马路上，把我们抓住后，带着音爆消失在黑夜中。老板双腿颤抖，下巴抖动，老板娘跑出来问咋地了？地震了吗？媳妇儿，我刚才好像看到那对小情侣被外星人抓走了。流浪蓝星看多了吧你，赶紧睡觉去。老板娘一拖鞋飞过去，我没回科研基地，一人返回了兵工厂。夜晚没人干扰，正是干活的最佳时机。超神科技工作台上，超神科技工作台 V2 启动，机甲产线概念构思读取完毕。本次建造消耗500科技点，预计耗时8小时开始制造。寂静夜色中，工作台隆隆运转。这次只制造零部件，不用装配，消耗的科技点少了很多。第二天，王老和华老带人来时，车间里已放满零部件，甚至有一部分被我连夜运到了屋外。在500多名科研工作者和工人的配合下，组装工作正式开始。次日，第8陆战装甲合成师驻地洋溢着欢乐。今天是军演表彰大会，连败3次的南部军区终于扬眉吐气。现在南部的兵见到东部的兵，个个鼻孔朝天，神气得很。一大早，孔师长黑着脸从车上下来，怒气冲冲向来砸场子的。李国忠兴高采烈地迎上去：“哎呦，老孔，听说上次演习把你吓着了，这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，心疼死老哥了，哈哈哈！”孔师长牙床都咬碎了，这特么哪是心疼，就差送花圈了。他瞪着李国忠，恨不得扎死这不要脸的玩意儿。特么军演连机甲都开出来了，早知道还演个屁！孔师长身后的军官们也咬牙切齿，输得莫名其妙。老孔，别跟受气小媳妇儿似的，就不能大度点？李国忠笑道：“老李，你他娘的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感情不是你被炮管对在脸上，我丢了多大人你知道吗？”孔师长瘪着嘴：“咱们一个搬出来的，你都列装机甲了，我啥都没有，我不管，你高低得给我弄2台，少1台我不走了，你还得管饭。”李国忠懵了，老孔这是豁出老脸来打秋风了，那2台机甲可是他的宝贝疙瘩。孔二愣子，想要老子的机甲门都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李国忠急眼了，有了好东西不知道分享，抠死你得了！孔师长怒道：“我们师就2台，哪有多余的？”李国忠冷哼：“产线想量产估计还得1星期。”啊哈哈哈，不是，他惊觉失言，急忙转移话题：“老孔，你那外骨骼装甲真不错。”孔师长眼睛一亮，变脸般笑眯眯道：“老李，还有1个星期能量产，我要50台不过分吧？嗨嗨，1年也就产20台。”李国忠急忙摇头：“那行，你今年先给我5台，后续每年3台。”孔师长眼珠一转：“你要不答应，别怪我出去乱说，到时候陆战空军听到消息，你电话绝对被打爆。”李国忠黑着脸妥协了，必须给点好处堵上老孔的嘴，否则狼多肉少，他得被烦死。两人密谋了一会儿，谈妥了，量产后先给孔师长2台，后续每年2台，但材料费得从东部军费里拨。在李国忠忽悠下，原本500万造价的机甲成了1000万，材料费全被孔师长解决了。两人心满意足，勾肩搭背走向报告厅。双方军官一脸茫然，刚还龇牙咧嘴，现在就穿一条裤子了。临近中午，表彰大会开始，千人报告厅座无虚席。东南战区首长罗宾和朱国栋也已落座，他们昨晚就想看机甲，现在简直度日如年。各项表彰结束后，主持人上台，接下来表彰的是2位机甲驾驶员，正是他们力挽狂澜生擒敌方首长。有请王一雪、童瑶。掌声雷动，机甲是男人的梦想，全场热血沸腾。只有孔师长脸黑如炭，被生擒的首长就是他本人。罗宾和朱国栋眼睛亮了，他们还是头一次近距离看机甲驾驶员。王一雪和童瑶身穿迷彩服上台，伴随着主持人的宣读，两人每人获得了5枚奖章，这是师部前所未有的荣誉。然而王一雪脸上并没有激动，反而有些压抑。授奖结束，王一雪没下台，目光扫过大厅，缓缓开口：“首长、师长、各位战友，请允许一雪任性一次，这些荣誉我很受之有愧，不能接受。”李国忠心里咯噔一下，急道：“一雪别耍小性子，下来说。”王一雪歉意地看了他一眼，继续道：“有一个人，当我在温室享福时，他研发出机甲无偿上交；当我在温室享福时，他研发出机甲无偿上交；当我荣誉加身时，他以夜以继日工作50多小时，他将碳缺合金、超导合金等足以获诺奖的发明无偿捐赠，他独自披荆斩棘，无怨无悔，奉献一切。他眼含泪水，声音激动，他是我下国儿女的脊梁，哪有岁月静好时他在负重前行？和他相比，我太渺小。应该获得荣誉的人是徐帆。”全场死寂。这番话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内心，无数人泪目。短暂死寂后，李国忠豁然起身，疯狂鼓掌，紧接着无数人起立鼓掌，2位首长也起身鼓掌，掌声足足响了5分钟。罗宾大声赞叹：“说得好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人负重前行。请大家放心，东南军区绝对会给予徐帆同志最优厚的条件和最高褒奖。科研那边的授勋已在路上，我们军区会给出更大诚意，绝不寒了科研工作者的心。”大会圆满结束，李国忠偷偷告诉王一雪，过几天徐帆挂的绝对是勋章。王一雪和童瑶猛地一怔，勋章的分量远超奖章，想到徐帆如此优秀，王一雪心里竟有些烦躁不安，生怕失去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午餐后，一行人来到多功能指挥室，正面大屏一分为2，显示着全息头盔实时画面和数据面板，侧屏显示外部影像。罗宾瞪了李国忠一眼，原来你小子早准备好了。老首长检阅自当尽心。李国忠拿起话筒：“一雪、童瑶，模拟演练开始。”
一雪童谣模拟演练开始，两人领命猛拉操纵杆，引擎轰鸣喷吐蓝色火光，机甲瞬间摩擦地面迸射火花冲出仓库。这一手烧台起步，瞬间勾住了两位首长的眼睛，两人赶紧喝口茶压惊，死死盯着屏幕。首长，这叫烧台起步，精彩的在后面。李国忠解释，话音刚落，画面里传来空气撕裂声，两台机甲滑出后急刹顿住，调整姿态，面部向上，蓝色火浪炸开，机甲包裹着鹰帐云，化作火线冲天而起。噗！罗宾刚喝的茶喷了出来，眼球快蹦出眼眶，指着屏幕，嘤爆！朱国栋豁然起身，双臂颤抖，嘤。李国忠面无表情，心中鄙视，瞧这山炮进城的样子，一个起飞就震成这样。他表面安抚，首长稍安勿躁，音爆起飞而已，小场面，不算演练项目。罗宾脸皮抽搐，这小子真欠揍。等等老罗，看数据面板。朱国栋颤声提醒，当前模式大师，综合推力2200千牛加，速度1.3马赫。老天爷，1.3马赫！罗宾瞳孔猛缩，惊呼，失色头发炸毛。全世界最快的战机才3马赫，你垂直攀升飙到1.3马赫，我不信，绝对不可能，这数据是假的。朱国栋也拼命摇头了，我不信，绝对不可能，这数据是假的。朱国栋也拼命摇头。李国忠无奈拿起话筒，首长说你们太慢了，再快点。好嘞，两人大喜，终于能开快点了。爬升按钮下压，数据急速跳动，机甲四周的鹰帐云逐渐消失。罗宾仿佛揪住了小辫子，哈哈笑道：国忠，鹰帐都没了，说明连超音速都没达到，你这造假也太……话没说完，罗宾的笑容死死僵住，犹如泥塑。随着机甲转身，他瞳孔中倒映出一颗绽放蓝色光晕的璀璨星球。机甲飞出地球了，罗宾发出鸡叫般的声音，人生观崩碎。不到20分钟飞出地球，2.4马赫绝对是真的。报告首长，已达近地轨道，请指示。王一雪的声音响起，罗宾从恍惚中恢复，按计划执行。是。两人激活轻动力引擎，太空中爆出2团火光，两道红光以肉眼难辨的速度俯冲而下。数据面板显示3.1马赫。两位首长呼吸急促，眼球布满血丝。李国忠早有预料，让人抬上呼吸机。国忠，我身体好得很，不需要。罗宾皱眉，我也不需要。朱国栋附和。李国忠无奈，心想真是死鸭子嘴硬，看高度差不多了，他下令给首长炫一个。两人精确制动机甲迅速翻身，背部矢量喷口窜出5米长的蓝色火舌，俯冲的机甲速度骤减，几秒内完成急停掉头。口窜出5米长的蓝色火舌，俯冲的机甲速度骤减，几秒内完成急停掉头。引擎轰鸣中爆闪无数马赫环，再次冲天而起，一个呼吸内完成了180度垂直掉头。罗宾心脏快骤停了，眼睛几乎脱离眼眶，上下牙床疯狂撞击，面无血色。朱国栋也好不到哪去，激动的嘴里发出咯咯声，眼球上翻，眼看要喘不上气了。李国忠低语，早就让你们吸氧飞不听，拿2副鼻氧管给首长安排上。这次两人没拒绝。罗宾插着鼻氧管喃喃道，这动作有名字吗？叫回形针机动，也是徐帆发明的，太强了。罗宾心跳如鼓，血压估计飙到了580。他突然想到，既然机甲能达到30马赫并做出这种动作，那武器威力岂不是也是真的？国忠，你之前说的武器测试效果，该不会也是真的吧？罗宾口干舌燥，首长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李国忠对着话筒下令，开始武器测试。王一雪早就等不及了，是师长，这次是炸太空卫星吗？李国忠吓了一跳，不炸卫星，炸点正常的就行。一旁的罗宾胡子翘了起来，听这意思，炸卫星跟炸狗盆没区别。这次说的像上次炸过似的。朱国栋吸了2口氧平复情绪。国忠，炸卫星是不是太浮夸了点？怎么着？两位首长想看？李国忠挑眉。两位首长对视一眼，眼神仿佛在说，是骡子是马溜溜，打嘴炮算什么本事？李国忠秒懂，对着话筒道，一雪，轨道炮能打到星链吗？能啊，雷达扫描过了，不到1万公里在射程内。首长想看烟花，懂我意思吧？做的隐蔽点，瞄过了，不到1万公里在射程内。首长想看烟花，懂我意思吧？做的隐蔽点。聊天结束，罗宾和朱国栋原地懵逼，什么炮能打1万公里？那还要导弹干什么？两位首长嘴巴扯到耳根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直勾勾盯着李国忠，活像见了鬼。这时屏幕画面发生变化，镜头完全给到王一雪，降天1号悬浮云端，肩部轨道炮发出咔咔声，红色能量团聚集，全息视野出现十字准星，锁定目标。数据面板下方出现虚拟能量条，机械声响起，目标锁定，轨道炮蓄能中。罗宾心中涌起强烈不安，咽了口唾沫。国忠，你该不会玩真的吧？现在终止还来得及吗？首长，咱啥时候玩过虚的？李国忠话没说完，轰！轨道炮炸出红色火光，火球冲天而起，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消失，指挥室陷入停滞，只能听到首长们的心跳声，1秒、2秒、3秒。罗宾双拳紧握，停止呼吸。星链卫星是鹰将的屠刀，时常监视别国。罗宾早看他们不顺眼，受够了这窝囊气。要是真能打下来，至少解气。鹰将发现又怎样？不服来干！他内心无比紧张。朱国栋也满脸期待。9秒、10秒，一团绚烂的烟花在遥远的太空中炸响，火光画面占满半个屏幕。报告师长，完美命中！王一雪的声音响起。罗宾和朱国栋豁然起身，重重拍桌。好，干得漂亮！他们眼眶红了，被鹰将欺负这么多年，终于出了一口恶气。指挥室众人神色振奋，要不是首长在，早把房顶掀了。罗宾冷静下令，马上命令一雪和童谣返回国境。长在，早把房顶掀了。罗宾冷静下令，马上命令一雪和童谣返回国境。李国忠明白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，立刻下令，2台机甲迅速消失在云层上。鹰将空间站，安追和密根正执行最后一舱外任务，两人对上次的事仍心有余悸。安追，不会再遇到外星人了吧？密根刚说完，一道红
红光贴脸飞过。谢特，什么鬼？密根大惊，顺着红光看去，远处突然炸出一团火光。卧槽，外星人又来了，快跑！两人钻进节点舱，密根抄起电话打给航天局。头，外星人又打来了，红皮肤，头有2米大，18只眼，20多只脚，一脚踢爆了卫星，骗你是孙子，请求立刻返回地面。挂了电话，密根对安追说，到了地面也得这么说，否则他们不让咱们回去。安追竖起大拇指，你说骗人是孙子，我爷爷早死了。密根神秘一笑。航天局局长保罗听得一脸懵逼。就在这时，消息传来，又有一颗星链卫星被击毁。保罗打了个机灵，喃喃道：出大事了，外星虫族入侵地球了。他立刻打给6角大龙，下国领空，2台机甲安全返回。鉴于上次的乌龙，这次以秘密备案，没拉防空警报。李国忠松了口气，生怕这俩丫头玩嗨了，把自家空间站干下来。首长，模拟演练是不是就到这？李国忠问。罗宾意犹未尽，不是还有微型导弹、激光武器、粒子刀？那让童瑶用微型导弹给首长打个地面标靶。童瑶领命，雷达锁定靶场中间的355坦克标靶，指挥室内气氛缓和。罗宾和朱国栋拔掉敌阳管，他们预料肯定会击中，甚至懒得看。童瑶按下发射按钮，微型导弹狂飙而去。他连同王一雪搞定，咱们回吧。罗宾起身笑道：老朱走吧，晚上还有紧急会议。众人起身敬礼。罗宾目光扫过大屏幕，此时微型导弹刚好命中，一道几乎闪瞎人眼的耀眼白光豁然亮起，白光消失，不是一颗撼动天地的巨大火球腾空而起，伴随黑色杂质猛烈扩散，火浪翻涌，一颗横贯天地的蘑菇云悍然升起。罗宾汗毛炸立，瞳孔缩成针尖，脸色煞白，差点一头栽倒。指挥室众人也惊呼：卧槽！轰隆隆，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，地面剧烈震动，显示器变成花瓶。朱国栋猛拍大腿，出大事了，这他娘是核弹，快撤！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基地，检测到疑似小型核弹引爆，请立刻撤离，核辐射让人谈之色变。李国忠也吓尿了，赶忙组织撤离。中海科研基地，王老和华老正研究图纸，地面一阵颤动，警报拉响，两人看向窗外，远空横着一朵快速扩张的蘑菇云，核爆！王老惊呼，笔掉在地上，国中那边出事了。两人冲下楼，带上放射性探测仪。华老打给童瑶，你们立刻把机甲开到大楼这边。王老和华老分别乘坐机甲赶到师部大门，立刻展开探测，探测结果无辐射。王老和华老愣了，华老指着蘑菇云大骂，不可能没辐射，绝对是核爆，不然我把机器吃下去。王老换了台新仪器再次探测，依旧是无辐射。罗宾、朱国栋和李国忠也赶了过来，李国忠指着蘑菇云大喊，没辐射那是什么东西？去靶场看看。王老拍板，5人同乘一车，仪器常开，一路向靶场驶去，却始终没测到辐射。龙西战区参谋长龙天云被电话吵醒，报告首长，监测到东南战区方向有强烈震波，极可能是试爆核弹，隐约能看到蘑菇云了。什么？龙天云弹起，李国忠发什么神经？东南战区哪有试爆的地方？他不知道有核污染吗？天元战区同样惊惧莫名，国际形势紧张，东南战区此举搞不好会加剧局势，第8试靶场，2辆猛士越野在荒野飙出100多迈，王一雪和童瑶开车，速度根本慢不下来。半个时辰后，众人来到蘑菇云下方，看着直径1公里的超级巨坑，所有人风中凌乱。探测仪依旧没有辐射，除了核爆，什么能造成这等破坏？王老怀疑人生，华老目光呆滞。罗宾问华老，这坑您怎么看？得问小徐。华老脑子快转不动了。童瑶拨通徐帆电话，徐哥，微型导弹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是你们试射导弹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3战了。徐帆那头传来机器轰鸣，那导弹比一般导弹强一点点，尽量离远点射。众人无语，炸出1公里的深坑，你管这叫强一点点？徐哥，这导弹是不是核弹？当然不是，那是高分子固态冷馏弹，爆炸瞬间衰变完成，没有任何核辐射。童瑶挂了电话，众人还是有点懵，但知道不是核武就行了。罗宾看着深坑震撼，久久不散。轨道炮厉害，微型导弹竟堪比小型核武，他确切体会到了徐帆的能力。振兴夏国靠的就是这种人，奖励必须加码。国中小徐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，该给的必须给，不该给的适当也给，出了问题我担着。罗宾下令，是首长。李国忠敬礼，首长这是给徐帆开了特权啊。这时龙天云打来电话，老罗，你们东南战区行啊，连蘑菇云都整出来了，是不是偷了天剑军的核武？罗宾一脸黑线，乱扣帽子，我就是射了枚导弹，威力稍微大了一点点而已。罗宾一脸黑线，乱扣帽子，我就是射了枚导弹，威力稍微大了一点点而已。少鬼扯，什么导弹能造出蘑菇云？你是不是得给我安排个180枚？罗宾警惕，这绝对是来刺探情报的。他眼珠一转，科研那边做出的半成品炸了就没了，我还得找局做辟谣。挂了，罗宾赶紧挂断。龙天云惊得很，再说就露馅了。机甲的事一旦曝光，徐帆就危险了，且产线钢剑根本分不过来。紧接着天元战区也打来电话，罗宾和朱国栋一通忽悠蒙混过关，机甲模拟演练结束，2位首长赶回司令部处理后续影响和晚上的紧急视频会议。王一雪来到第3兵工厂，在徐帆的赶工下，机甲产线已安装完成并试运行，大部分步骤由数控机床机械臂自动完成。徐帆刚好完工，王一雪开车送他回家。与此同时，网上彻底炸锅，关于蘑菇云的消息满天飞，引发全国讨论和担忧。然而相关消息很快离奇消失。局座在抖音发布视频，我是局座，今天某地的蘑菇云，气象部门证实是极端强对流天气，并非核爆，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。网友根本不信。局座，爆炸声我都听到了，房子都地震了，你说是极端气候？局座快被账户局开除了。局座偷看评论无奈叹息，这届网友太精明，账户局不好干啊。虽然视频下架，但评论区依然讨论火热，压都压不住。